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6月16号，礼拜天。按照惯例，咱们今天聊两个新闻啊，之后呢，咱们互动一下。因为咱们这个频道的盈利呢还没有恢复，所以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会员问题优先的回答的这个情况了哈。那么大家随时提问，我呢会看着滚动的屏幕随时的回答。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让我觉得既震惊又可笑的新闻啊，这个呢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啊，并不是说这个报道的本身可笑，是说这个报道的内容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古怪。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呢，这个习近平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告诉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说，华盛顿呢正在试图怂恿北京攻击台湾，但习近平呢说他不会上当啊，这个事情是完全反常识，而且反对我们一贯以来的印象。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习近平希望通过武统台湾奠定他跟毛泽东比肩的地位，并且呢以此作为他能够终身连任的资本。而美国则是想尽办法，不管是动用军事上手段还是外交上的手段，不管是高科技还是金融手段，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为了吓阻中共的武装入侵。那么现在习近平呢，竟然反过来告诉冯德莱恩说，美国想让习近平打台湾，并借此机会等于一举打掉中共，摧毁习近平所谓2049年民族复兴的100年大计。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为习近平说的是真心话哈？那么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一下几种可能啊，从几个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线索也有点混乱哈，咱们一会儿给它理一下。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咱们昨天提到瑞士和平峰会的事儿，瑞士和平峰会呢今天已经闭幕了，这次与会的国家比之前提到的78个还是多了一些。尽管中共在竭力的阻挠，但是还是有90多个国家参与了峰会。尽管这个峰会不可能达成什么实质的纲领和路线图，但是呢，峰会本身至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现代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前线上武器的较量，外交手段、金融手段和科技手段同样起到决定战局走向的作用。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也把它展开的说一下哈。那么还有一个我想谈的话题，其实是这个朝鲜的一名官员。他呢说这个朝鲜社会主义配给制度已经完全崩溃，说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呢正在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甚至出现市场化加速的迹象。这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认为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哈。这个如果朝鲜能够走向市场化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说金家王朝的统治根基出现了松动。那这个事情呢，有人对就是朝鲜的这种变化感到很乐观啊，有的人呢感觉很悲观。我觉得这个议题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议题啊，涉及到人性，涉及到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就能够概括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在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哈，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咱们现在呢，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我们知道啊，就是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怕吃人参呐，这个怕上火呀。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呢，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呢，都是选用6年根的高丽参，经过9蒸9晒，纯手工制成。这个人参的燥火性呢已经被去除，任何体质和任何年龄的人，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服用的。如果您不喜欢人参的苦味呢，也不用担心哈，因为玄宝黑参呢经过野生蜂蜜浸渍，所以人参的苦味呢就去除了很多。这样大家可以像吃零食一样，每天可以用很轻松的这种心情呢，用黑参来滋补养颜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玄宝黑参的一个盒子。这个里边呢，一共是有15根黑参的，每一根黑参的品相都非常的漂亮啊，这是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参，根须非常的完整，这个品相非常的漂亮。那每一根这个参呢，相当于过去5到6代的黑参口服液。除了这个黑参之外呢，这个普瑞堂还有100%的纯素的植物鱼油啊，对于提高免疫力、降三高和胆固醇呢，也都很有帮助。这2天其实有朋友啊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哈，说这是从欧洲来的一个故事，说他在国内的家人们呢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是糖尿病的2期，这个已经是很严重了哈。那么在服用了普瑞堂植物鱼油2个月之后呢，血糖就降到了正常值，然后呢说这个异位皮肤病也基本好了。他还服用过其他一些治疗糖尿病的所谓的好药哈，据说是专治糖尿病的，都是很有名的，但是血糖呢还是很高，根本就没有疗效。那医生就建议这个孩子去打胰岛素啊，但是呢，这个小孩打胰岛素的话，大家知道这个人会变得很胖，终身打胰岛素呢，这个人生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啊。那么，他们就服用了这个植物鱼油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小孩的父亲呢，也是有腰肌劳损的这个症状哈，也是干体力活累的，服用了这个普瑞堂植物油2个月之后的话，腰疼的症状也消失了啊，皮肤变白了，也有劲儿了。所以呢，就是普瑞堂的这些保健品呢，不管是黑参呢还是植物油，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保健品。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专属会员码 TL2023，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就是优惠。那么如果您购买$500的话呢，就是可以获得玄宝黑参的原参1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玄宝黑参的原参啊，这样一盒。多买多送了。这个如果您输入我的会员码的话，是全球可以是免费邮寄的啊，这样的一个黑参。好了，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工商信息呢，就说到这儿了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聊新闻。金融时报啊，这个报道咱们刚才这个提到过哈，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呢，让我相信这个很多人是为此跌破了眼镜啊，因为这个它和我们平常所想象的，或者是说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常识呢，都是违背的。知情人士透露说，习近平在去年4月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面的时候呢，透露说，这个美国呀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刺激北京攻打台湾，但是呢，他不会上当。还有另外一位知情人士呢，也说习近平呢不光是像冯德莱恩这样讲，他跟他自己的官员也透露出了类似的态度，或者说发出了类似的警告。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告诉他的手下官员不要上当啊，就是说他并没有打算跟台湾开战，大家也不要热血沸腾的请战，去给习近平本人施加压力。我个人认为习近平可能确实是跟中共官员谈到过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在今年1月份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这个亚洲协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说，中国不会落入别人为我们准备的陷阱，其实也就是在含蓄的暗示说，美国给中共挖了一个坑，但是呢，这个习近平他是不会往里边跳的。习近平对冯德莱恩的讲话呢，是他首次向外国领导人提出他这样的主张。习近平还说什么呢？说跟美国的冲突将摧毁中国的许多成就，并且破坏习近平实现2049年伟大复兴的目标。金融时报还说呀，说近年来中共对美国意图的担忧日益加剧，说美国对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也感到担忧，也就是说双方呢都觉得对方有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美国害怕中共入侵台湾，中共呢害怕美国在台湾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啊，包括比如说帮助台湾去训练这个台湾的军队啊，那包括这个向台湾出售武器啊，那包括这个美国的航母在台海附近巡弋啊等等。那么一位中国的学者表示说呢，这个美国积极鼓励台湾独立势力啊，说这个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台湾宣布独立，中共将被迫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立刻反制了。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表示说，习近平的这番言论可能是中共试图在台湾问题上拉欧洲脱离美国的一部分努力，而且呢，就是习近平可能确实相信美国在刺激他去打台湾。这个里边的线索呀相当的复杂，金融时报的分析呢也并没有给出一个结论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把其中几个关键的问题理一理哈，我觉得我们可能大概还能够猜测到习近平心里边到底在想什么。那么第一个关键的问题呢，就是美国是不是真的想引诱习近平跟台湾开战，从而一举消灭共产中国？我觉得情形恰恰相反，美国是担心习近平入侵台湾的，因为如果习近平入侵台湾的话，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冲突，并且派出美国的军人啊，这个男人和女人们在战场上参战。事实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总统愿意让美国卷入跟一个核大国之间的冲突，包括现在跟乌克兰之间，就是这个援助乌克兰跟这个普京之间的冲突。因为如果这个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它要比俄乌战争的爆发这个造成的影响要恶劣得多。俄乌战争爆发的话，它是一个欧洲局部的战争，但是如果是中美开战，那就是跨太平洋的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决战。一个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这个世界唯一超强，那第二个的话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战争的话，是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对于人类的文明来说的话都是一场灾难。那么全球的贸易一定会大幅度的萎缩甚至中断，这个等于是逆转了美国几十年全球化的努力。股市一定会暴跌啊！我觉得现在比如说股市是38000多点或者4万点的话，战争如果爆发的话，跌到1万点、15000点的话都是有可能的。冲突的结果一定是让人类的文明倒退回冷战时期，甚至倒退到冷战之前，还会有大量的人口的死亡。
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失去的远远比得到的多啊。美国为什么要愿意失去这个倒退几十年，这个付出文明倒退几十年的代价去解决这个共产中国的问题，对吧？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哈，它不愿意卷入大规模的战争啊，包括在二战时期啊，它就是迟迟不愿意卷入战争啊，包括韩战，后来美国也是被迫停战，包括越战也是后来美国被迫撤兵，因为美国不愿意在战争中这个持续不断的付出人员的伤亡，还有就是这个经济的这种代价，包括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没有必要啊，他绝对也不想挑起这样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其实这几年竭力做的就是2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为中美关系的下滑安装一个护栏，也就是说不想让中美之间出现误判和战争。美国总是希望和这个中共军方的高层直接对话，然后呢，拜登希望跟习近平直接见面对话，就是要阐明美国并不想跟中共开战。那你要是说美国引用中共这个介入台海战争，就是入侵台湾的话，美国要介入的话，这个跟美国一贯的这个政策是不吻合的。所以习近平讲的这个话我觉得一定是他自己被误导了。所以美国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避免战争，甚至避免由于误判引发的战争，这是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在联络盟友不管是欧盟也好，或者是澳大利亚也好或者是日本、韩国等等包括甚至印度和越南、东盟国家等等。他做这个事儿的话，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共，也就是削弱中共的经济实力，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进一步的削弱中共的战争能力。其实呢，我也曾经希望美国和台湾建交。我记得在2020年大选之后有一个时间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很高级的官员在这个电话上交谈的时候，我曾经希望这个在川普总统这个就是结束任期之前，就是让美国跟台湾直接宣布建交。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我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现在我的想法是，你美国和台湾建交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不要造成这种即时的战争。所以我曾经规划过一个美台建交的路线图，就是从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开始，过渡到捷克这样的中等国家，然后呢再到澳大利亚，再到加拿大，然后再到美国。这样的话呢，会给中共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也是为中共或者是中国的老百姓做好心理建设。那这样的时候，美台建交的话，才不会引发即时的那种地缘政治的冲突甚至可能是战争。所以我相信由于美国这样的一种政策呢，美台建交不会一蹴而就即使川普上台，蓬佩奥再担任国务卿的话，这个事情也一定会慢慢来。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他们在台下会讲一些话但是呢，就是台下做政论和台上搞政治，这个是完全2个不同的概念。搞政论的话，你可以说是应该怎么样，那么搞政治的话，你应该想到的是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做所以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是不是希望中共打台湾，从而一举消灭共产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其实不用说中共了，就是包括普京，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当时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个就是拜登曾经讲过一句话嘛，我记得当时他的原话好像是说 For God's sake Putin cannot stay in power， 我忘了怎么说的原话，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普京不能够再继续掌权了。他讲完这个话之后，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就 walk back 就是说这个把他的话开始往回收。因为当这个拜登讲出那样的话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美国要采取斩首行动了或者中情局要去颠覆这个普京的政权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美国并没有真正的，他虽然心里面希望达成这样的结果，但是他不会采取非常激进的行动避免这个出现2国之间的冲突。所以我觉得美国去这个引诱习近平开战呢，肯定不是真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认为说开战会危及他2049年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我觉得这句话呢半真半假。习近平对中共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认知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2015年、16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中共当时的宣传嘛，叫做厉害了我的国然后呢，这个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美元，然后习近平也觉得信心满满，东升西降是吧？但是呢，我觉得经过了中美贸易战经过疫情，经过芯片禁运加上这个房地产暴雷，现在中国面临的这个经济危机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习近平对于中共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已经有所认知了。习近平知道自己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
所以呢，他提出自己所谓不会上当啊，说你要让我打这个台湾的话，不危及了我伟大复兴的目标吗？是吧？我不会上当的。不会上当的说法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即使没有所谓这个2049年的伟大复兴目标，习近平也不会去打台湾。准确的说，就是因为习近平不想去找死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要跟这个冯德莱恩讲这个话啊？他是不是因此想表达一个他在这个台海方面想维持现状、保持和平的这样的一种愿望啊？告诉这个欧盟啊，你们不要上美国的当啊！美国整天说我不好，其实我挺好的啊。借这样的话呢，去拉拢欧洲，远离美国，把台湾的紧张局势归咎于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呢？其实啊，这个我觉得他即使是有这样的想法啊，但是如果认为冯德莱恩就会因此上当的话，那他就太幼稚了啊！如果连我都知道习近平不敢打台湾的话，他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啊！知道这个美国的台海政策是维持现状的话，欧盟肯定也知道。这种大的地缘政治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像美国跟欧盟之间这种沟通应该是非常明确、毫不含糊的啊 ，no ambiguity 啊，就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地方。而且欧盟也支持台海维持现状啊，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种说法呢，也不可能借此就离间了欧美的关系。那么下面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哈，是吧？我觉得呢，其实他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渠道表明自己并不想打台湾，也希望美国能够放松警惕啊。借着冯德莱恩的话，其实也是在跟美国传话啊，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想打台湾。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习近平可能在用障眼法，对吧？这个他表面上说他不想打台湾啊，这个麻痹了冯德莱恩，然后借助冯德莱恩再麻痹了美国，然后突然之间就开打了，是吧？可能会有人这样的想法哈，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使的不是障眼法啊，这一定是他的心里话，因为他确实是不敢打。俄乌战争已经让习近平感到非常的恐惧了，是吧？因为在战争中的话，他已经发现现代战争的形态完全不是共军能够对付得了啊，能够 handle 的。而且就是大家知道，要习近平想打台湾的话，他要是能打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不会在那喊。不是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咬人的狗不叫，叫人的狗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拼命叫的狗，它不咬人嘛。就是他要是能打的话，他早就打了啊。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打不了啊，他在不断的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啊，放各种各样的狠话，然后什么台湾这个台海中线这个军机越过去等等啊，就是不断的测试台湾的底线等等。所以我觉得他做这些动作的本身的话，恰恰说明他根本就不敢打啊，他也打不了。说到俄乌战争哈，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瑞士和平峰会的这个事情啊。这次与会的国家呢，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还是要多了一些啊。最开始的话说是107个，后来说由于中共的阻挠呢，降到了78个。实际上哈，这个峰会已经召开了嘛，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明确的数字了，超过90个国家参与了峰会。峰会是不可能达成什么实质性的纲领的啊，因为这个俄罗斯也不在，你做出任何样的决策的话，这个俄罗斯不听你也没辙，对吧？他也不可能规划出一个这个和平的路线图。但是呢，我觉得峰会本身至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啊，就是现代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前线上武器的较量，外交、金融和科技同样起到决定战局走向的作用。而且这个峰会的话，它可以说是一个向往自由、尊重这个各国主权的这些自由社会，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稍微这个就是封闭一点的这种威权国家，像沙烏地阿拉伯这样的。但至少就是说表明一个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态度啊，就是俄乌战争其实对于这个全球秩序的话是一种干扰啊，普京是犯下了战争的罪行啊。我觉得这个峰会这个目标的话，这个信号的话还是传递的很强的，至少让大家看到了支持乌克兰这一方的力量。有一些人呢对这个和平峰会的作用呢抱有一定的这个悲观的这种态度啊，认为这个俄乌战争的话呢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啊，比很多人预期的都要长。他说这个美国呢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啊，这个模式呢，说通过这样的峰会实际上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啊，说这种武器援助的模式呢是失败的。单靠武器援助的话是很难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的。说这个拜登政府跟乌克兰签了10年的安全协议啊，就已经暗示说俄乌战争最少还会再持续3年左右。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哈？说这个俄罗斯呢现在完全是无视这样的这个和平峰会啊，他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而且他准备要吃掉乌克兰的重镇哈尔科夫。
然后呢说这个中共呢没有参会啊，原因很简单啊，就是不想被和平议题给把自己绑定了啊。说这个中共呢就是支持俄罗斯啊，也不在意美国的警告和制裁。他还说呢，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悲观的观点，认为说，如果不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普京身边的高层利益不被破坏的话，那么普京的地位就不会被挑战，那么俄罗斯就永远都不会输。这些事情哈，就是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哈，就是这么看起来，就是有很多东西呢，你确实是需要通过战争这种手段，才能够让敌人获得那种不可挽回的啊，或者是说他无法解释的这种失败啊，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动摇普京的地位。但是作者的话呢，他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不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话，其实俄罗斯就永远都不会失败。我呢倒没有那么悲观哈，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社会，这个战争的形态已经变了。很多的这个战争的手段的话，它虽然不是具体的武器飞越了你的国境啊，但是呢，像这种金融和高科技之战，它可以轻易的跨过国境啊，而且呢，它又不能够很容易的被这个镜头捕捉到啊，或者是说被外界所就是明确的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哈，其实我觉得金融战或者高科技之战的话，已经能够起到瓦解敌人心理的作用啊，甚至能够起到古代战争中断粮道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像三国时期的这个官渡之战哈，这个当时袁绍的军队是70万啊，曹操的军队是7万，这个是《三国演义》的说法，实际上袁绍的军队大概得有20万左右，那曹操的军队的话，大概可能也得有个4、5万，但是呢，毕竟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是相差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怎么赢得官渡之战？大家都知道是火烧吴巢，是吧？把这个袁绍的粮道断了之后的话，袁绍的军队不战自溃。那前段时间咱们提到这个美国和欧盟终止了俄罗斯跟美元和欧元之间的这种兑换，这样的话一下子就让这个俄罗斯的它的这个进出口就陷入绝境了，对吧？你除了以物易物之外，你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办法可以获得你所需要的战争中的那些原材料啊，比如说这个机器也好啊，炸药也好，导弹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这个发动机啊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钱去购买的话，等于是你的后勤补给被切断啊，这个跟古代战争中断粮道是非常相像的。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战争本身哈，我觉得我们光看军事实力的对比是一个方面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代战争的形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的话，我还想说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韩国的统一部部长金英浩啊，他说呢，这个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崩溃，完全崩溃。然后呢，他说，在这个市场化的信息化的影响之下，也就是说，由于现在这个科技啊，已经可以把自由的信息啊，至少哪怕是朝鲜封闭的再严的话，也会有一部分传入到北韩。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在这种新的信息的影响之下呢，他们的思维方式会发生转变。说朝鲜居民的思维方式正在从集体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认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比政权更重要，对体制的不信任似乎也在逐渐的加深。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这个金正恩统治根基松动的一个迹象啊，就是朝鲜有可能会发生某种就是慢慢的一种转型啊，潜移默化的转型啊，最后的话造成这个金正恩这种集权统治的崩溃。网上有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帖子，好，就这个帖子讲的这个非常有深度哈。这个他说呢，朝鲜社会确实发生一些变化，从调整个人崇拜到放弃统一政策，都表明情况在变化。但上述的定性不准确，并不是出现了个人主义，而是高度原子化。高度原子化和个人主义是不一样的。这里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就是这个个人主义呢，我们叫 individualism 哈 ，individualism 的话呢，在美国这样的这个英文的语境里边，个人主义的话指的是强调个人的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啊，就是在原始这个就是说最开始的我们就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所定义的这种个人主义呢，其实是避免政府对个人的干预。也就是说，比如说政府你不要管我做什么生意啊，你政府不要管我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受什么样的教育，只要我不违反法律的话，你就不要管我，给我自己充分的自由去发挥。然后呢，这个个人主义里边的话，它还包括就是个人个性的这种成长，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话呢，要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在学校里边的话，老师不会通过教科书或者其他别的方式统一塑造你的思想和行为。你只要是不违法啊，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啊，让个人有充分的这个想象力。这种个人主义呢，其实是美国科技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因为没有束缚嘛，对吧？所以说呢，加上有各种各样成熟的规则，只要在规则之下，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你有什么样的科技发明也好，或者融资也好，或者是说你想做什么样的生意，都没有人管你。在艺术上也是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美国真正的个人主义。那么朝鲜显然不是这样的个人主义。朝鲜的个人主义呢，在这种就是说，在这个大家不要看这个词的形式啊，或者说名称是一样的。朝鲜的这种所谓的个人主义的话，并不是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它实际上是过去靠集权的压迫，把大家形成一个抱团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团呢，它是由一个外在压力构成的。那抱团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抱团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政府啊，这个向金正恩效忠。那么现在呢，这个压力已经松动了。这个松动的话，是否意味着个人自由的发展？我觉得还并不一定是这样。在没有了这个外界压力之后，这个社会反而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粉末化啊，或者是高度的原子化。其实在中国大陆哈，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极权主义松动之后，在文革之后，每一个人的话变成了个人顾个人啊，想方设法，只要我自己挣到钱就行了。这个时候也不存在什么集体主义，但是呢，这个社会的运转，大家可能看到它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它并不是良性的运转。大家知道，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英国的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啊，这个人叫做霍布斯啊。这个霍布斯的话跟中国的韩非子很相像，他呢希望这个社会呢，他认为这个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啊，他把它称之为利维坦。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的话呢，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就可能会去侵害别人的利益啊，于是会发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啊。这个是霍布斯的他的一个哲学理论啊，他就叫做人对人是狼了。但是呢，实际上在美国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哪怕是政府不对民众进行压制啊，这个美国的政府他就尽量按照美国的国父们的设计的话，是尽量最少干预个人的生活。可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并没有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个社会到底是不是崇尚个人主义还是原子化，它是跟每一个人的素质是有关系的。一个个人素质高的社会，它是一个自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社会，这是美国国父们当年的理想，叫做 self-governing 啊，就是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很有道德啊，每个人的话都很有这个自我约束的能力啊。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话，它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我并不需要外在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压迫我。而像北韩这样的政府呢，他所做的事情是恰恰相反的，就是一个只有个人素质高的社会，道德高尚的社会，他们才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而北韩的话呢，它之所以能够维系统治，其实跟中共也是一样，它是以降低人的道德和素质为手段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人的素质和道德被腐蚀掉以后呢，即使没有了一个集权政府，人们也很难自组织，因此也就谈不上美国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甚至更糟糕的就是说，当没有一个政府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集权政府每天告诉你要干什么啊，你早上几点钟去种地啊，晚上这个几点钟去这个搞政治学习，甚至在没有政府这样的控制的时候的话呢，人们突然之间不知所措啊，他们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缺乏自己做自己主的这个能力啊，他甚至他没有自己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规划，我自己应该做什么，他这个没有啊，完全像行尸走肉一样，因为过去他们的一切都是由组织来决定的。当你长期不去左右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的话，你就丧失了对自己这个生活的规划和实现自己目标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呢，我听这个韩国的朋友讲啊，他说这个有一些韩国人呢，这个跑到了就从北韩呢脱北跑到南韩。到了南韩之后的话，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但是呢，他们仍然不能够融入这个社会，甚至没有办法去自我维生，就是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那有人可能讲了说，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所以像北韩素质低的这些人，他们还是需要一个利维坦的，是吧？需要这么一个集权政府来管着他们这样的话才不会出现这种北韩崩溃或者是比如说中共没了之后的话，中国就出现黄祸这个突然之间
中国人四散奔逃啊，这个给世界造成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恰恰说反了，我们不能因此就承认北韩政府才能够维系北韩的社会秩序，因为北韩政府它集权压迫才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原因。当然对于这个中共来说的话也是一样哈，就是说当年邓小平不是跟这个好像是跟吉米卡特说啊，说这个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中共是压制着中国啊，这个应该没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就是没有中共的话，就会出现黄祸啊，中国人会像洪水一样的涌入到世界其他别的国家啊，给其他别的国家造成问题。我觉得邓小平这种说法，我觉得他也就是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集权做一个辩护而已啊，并实际情况的话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的压迫才造成了潜在的黄祸的可能啊，当然这个也不见得一定会发生，发生的概率也很低啊。但是呢，你不能因此反过来就说 ，OK，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共产集权啊来做这个利维坦。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几个话题了啊，主要是想借着这个《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因为《金融时报》是一个严肃媒体嘛，就讲一讲习近平到底对台湾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这种说法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啊，说习近平说我才不上当呢啊，我才不打台湾呢。OK， 好，那么咱们因为今天是周末嘛，所以咱们剩下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互动一下哈，来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现在还是有一个人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啊，我先看一下哈。天天老师好，近来在海外媒体上看了李大师发表的一篇名为《法难》文章后颇有感触，要在现今社会上走一条正的道路，真的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事。相对的，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物却很少受到约束。在中国传统上有所谓的中庸的概念，例如自媒体老高小莫志其七七面对议题不会去得罪正反方，艺人周杰伦也不会去批评得罪中共，可游走两岸拿两边的好处，这是否就类似于过去儒家推崇的中庸以及圣之使者的概念？请问天老师，你以为走这种中间路线如何？这个事儿我是这样看的啊，儒家的过去的中庸的话，它指的并不是说两边不得罪，两边讨好啊。这个中庸的话，指的是做事不要走极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啊，就比如说我们哪怕是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啊，也容易会产生一种极端的做法。咱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和台湾建交的事情，美国跟台湾建交是应不应该啊？我觉得当然应该，从道德上来说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美国确实应该跟台湾建交。但是你要说美国跟台湾明天就建交好不好？那我就得问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跟台湾明天建交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啊？会不会造成这个就是这个台海会爆发冲突？如果不会的话，那就建啊；如果会的话，那就不建。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呢是对的，但是呢，在执行的时候的话，你要想一想，你现在做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其实啊，这个我在我们希望之城啊，现在就是叫竞权的会员网，做了一套秦汉史。这个里边提到一个人物啊，就是在汉代的时候，文帝时期跟景帝时期的一个人物，就是叫晁错的。这个晁错呢，当时看到这个大汉政府面临着一种危机啊，这个危机呢，就是在汉初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为了酬庸那些功臣，于是呢，刘邦就对一些大功臣列土封王嘛。他当时封了7个异姓王啊，像燕王臧荼啊、楚王韩信呐，像韩王信呐，像赵王张耳啊，这个什么这个包括彭越、英布啊，这个他一共封了7个异姓王嘛。长沙王吴瑞一共封了7个异姓王。那么这个他封王之后呢，很快就会出现问题啊，就是有的呢就叛乱了啊，像韩王信呢。像燕王臧荼啊之类的就叛乱了啊，包括后来的淮南王英布也叛乱了。那么有的呢就是比较老实啊，比如说长沙王吴瑞啊就比较老实。那么晁错的话呢，就认为说这个异姓王啊，他们如果做大了之后，他们是有可能造反。但是呢，同姓王就是哪怕是他姓刘的啊，就是你们老刘家的人，他如果封国做大了之后呢，他也会造反。所以晁错就想了一个方法啊，叫做削藩啊，就是要把那些甭管你是异姓王、同姓王啊，把你们的这个土地都中央政府收回来。这个事情从理论上来说对不对呢？是对的啊，因为后来汉武帝就做了这个事儿啊，只不过汉武帝做得更聪明，解决这些封国的问题啊，就解决这些封国可能造反的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呢，
晁错做的方法是不对的，时机也不对，最后呢就引发了一场战争嘛，就是吴楚七国之乱啊，就是在公元前154年有一场这个波及全国的大的军事冲突啊，就是吴楚七国之乱，导致晁错本人被杀啊，当然大汉政府的损失也很大。说这个历史是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可以看我那个秦汉史啊，在这个会员网上，在咱们视频下方有链接，可以看一看，就当时的这个过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啊，它虽然是对的啊，但是呢，你做的时候的话要考虑时机，要考虑各方的他们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中庸思想啊，就是做事不走极端啊，他并不说因为这个事儿是做对的话，我就现在做，我就马上做，也要做到头啊，不是这样的。中庸思想的话，总是讲做事情呢要有所保留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正反两方都不得罪，在道德上哈，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非常鲜明的啊，对与错的话你是有判断的。那这就回到刚才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像自媒体人老高小莫啊，像志奇七七啊，面对议题不敢去得罪正反双方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应该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就是说，不是有那样一种说法，我忘记是谁说了啊，就是说这个我一定要讲真话啊，但是呢，如果不能够讲真话的话，我至少做到不说假话啊，就是至少能够做到保持沉默。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哈，就是我们期待谁谁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们都不需要的啊，就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要求自己啊，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你指望别人是指望不上的，没有人有那样的义务说一定要为你做什么，或者是说做你希望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去正面的跟中共硬刚啊，或者是说这个在公开的场合不愿意提这样的话题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只要你不为中共说好话，其实我觉得不为中共公开的说好话，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在我看来的话，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人了啊。我觉得是这样，我对别人的要求的话会松一点啊，但是对我自己，我是不能够容忍中共的这种邪恶的统治和对民众的这种压迫啊，对这个信仰的这种破坏，对文化的这种践踏，这些方面的话，我觉得我是要发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怎么样的。OK，下一位朋友问的是，想请张教授对于新选出来的墨西哥极左女总统的看法，尤其地缘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全球与中共脱钩产业链重组的影响。这事情我倒是没注意哈，这个事情。那个我没有注意到墨西哥最近的这个选举，墨西哥算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了，我想它的领土面积可能就是在全球至少能排到前15位吧，它的人口也很多，它人口的话有将近2亿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这个墨西哥大家都不怎么把它放在眼里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呢就是说老墨啊，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话说这个 amigo 哈，说这些老墨，他们真的是干活真的很努力啊，非常能吃苦啊，有很多这个美国人不愿意干的活都是老墨去干。至于说他的这个女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政治纲领哈，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了哈。哎，后边还有很多问题，我看一眼啊，想问一下张教授，对最高统治者由开源 AI 来担任并实现，这个肯定我不支持的哈，这个人怎么能够被机器统治呢，是吧？而且你认为它是由 AI 统治，你知道那个 AI 的 code 是谁写的？谁有权利改这个 AI， 对吧？当你有这个权利改这个 AI 的时候的话，等于是还是由你来做主嘛。就跟那些，就是我们说这个高科技公司啊，像这个什么扎克伯格的脸书啊，或者是这个YouTube、Google 等等啊，那到底就是你觉得这个高科技挺好，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当你被这个高科技控制的时候，你是被掌握了这个高科技的大公司或者那些个人所控制啊。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其实呢，当然理想国哈，当然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就是苏格拉底说的哲人王嘛，就是他既有深邃的智慧啊，同时的话，他又有一种非常良善的心理啊，然后他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好。啊，或者说是中国儒家的那种理想，叫做内圣外王，是吧？你像这样的开源 AI 的话，它也没有什么道德约束，是吧？它能够做什么决定呢？它也感受不了你的痛苦，对吧？那就是而且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在 feed in 的时候，因为 AI 做决定的话，它是通过大数据来决定的，对吧？当你给它的大数据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见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的话，谁会获利，谁会受害啊？那么这个受害的问题怎么解决？大家提意见。
各种各样意见都会进来，有支持有反对。那对于 AI 来说的话，它的权重是怎么算的啊？什么叫做这个最好的一个决策是吧？什么样的参数怎么设置权重的话才能做最好的决策？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随机的，没有人有一个答案。所以我觉得哈，就是由 AI 来做决策的话更糟糕啊。它第一没有道德约束啊，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它等于是权力调到了设计这个程序的那个人的手里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靠的啊。再往下，这个一位朋友问是天亮老师可以让美国粉丝们给议员写信，好好查查油管，撕掉那些为中共办事的人。还有油管很多频道根本就是假新闻，最可笑的是中央电视台也有频道，你觉得给议员写信管用吗？这个很难哈，这个几封信不，第一几封信并不解决问题啊。第二的话就是说，当你去查的时候，去辞掉那些为中共办事的人的话，你怎么证明他是为中共办事情的人哈？这个就是这个很难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这儿说一些话哈，比如说我说这个美国跟台湾建交确实应该做啊，但是呢就还是不要一蹴而就。就这句话本身虽然是我的一个理性的分析啊，但是已经有很多人会说你就是中共的大外宣啊，你就是为了这个打压台湾，肯定会有人骂我。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人呢在这个做判断的时候的话，他这个标准呢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绝对的啊，非常黑白分明的啊，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啊。你如果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大外宣的；你如果跟我不一样，就是川黑。很多人的话他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不一样就是美国的白左啊。那所以我就要 fire 掉你，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哈。可能有些人他可能确实是为中共办事的，有些人的话他可能只是客观上办了中共想要的那个事儿而已。这个你很难判断啊，因为它还有一个主观动机的问题。所以说你做这样的审查的话也很难做哈。所以我觉得咱们要知道社会很复杂，还是不能太幼稚。这个咱们看一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大家可以在这个下边打字哈，然后咱们在一块聊哈。下面一位问题，张教授好，您是法轮功学员心目中的 Almighty God，Oh God？ 那不是啊，我可不是啊。这个法轮功学员心目中的 Almighty God 就是创始主啊。这个后面说，请问川普取消联邦税以后，共匪灭亡后，中国是否也取消薪俸税？方伟和方飞是两口子吗？你这问的都是什么问题？方伟跟方飞不是两口子啊。方伟这个他的方伟和方飞有各自的家庭啊。你是怎么想的？这个你看他俩都姓方是吗？都不是真名啊，都是艺名。这个你还问这个川普取消联邦税，共匪灭亡之后，中共是否也取消薪俸税？川普取消不了联邦税啊。这个联邦税，你说的联邦税指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个人所得税吗？前两天确实有一个人在网上发帖子哈，说这个川普说他要取消个人所得税。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要相信的话，你太幼稚了，你不理解美国的宪法啊，你不理解美国社会是怎么 run 的。在美国宪法中规定很明确啊，谁有权利征税？只有国会有权利。所以川普想减税，他都说了不算的。川普想减税的话，得把减税的那个计划提交给国会，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才行。你想，川普就减税都这样，他想把这个个税收入一举取消，你觉得国会能通过吗？不可能嘛，对吧？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啊，美国的这个社会啊，已经跟当年国父们建立的时候很不一样了。美国国父们建立的时候，确实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讲的话，美国它有外交的需要，有防务的需要，这个钱由谁来出？所以当时呢，这个美国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说，我们就让美国人每个人自己拥有武器，也就是说，你的武器不是国家给的，你的武器是你自己的。那如果国家需要打仗的话，征召你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拿起你的枪出去打仗。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你拿起你的枪，你打不了仗，对吧？你自己能够买的那种哪怕是半自动步枪哈，你真正到这个前线打仗的话，你跟人家的那种什么飞机导弹你也没法比嘛。所以说，实际上当时美国国父们在设计这个美国宪法的时候，这个拥枪自由哈，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原因呢，就是赋予美国人反抗暴政的权利，就是如果这个政府压迫你的话，你可以拿起枪来反抗。再一个的话呢，你也要拿起你的枪来保卫美国政府。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枪的话，那当然美国政府就不需要去制造武器，对吧？那美国的军费这块就省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生活这个社会，你美国如果不制造自己的武器，不开发先进武器的话，怎么可能这个去抵御这个外部的侵略啊，或者说维系全球的秩序呢，对吧？
所以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程度啊，外交需要花钱，修路需要花钱啊，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花钱，军队需要花钱，这些钱哪来？这些钱只能从联邦税收来。联邦税收靠的是什么？联邦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大家知道比例占到联邦税收的多少吗？联邦税收2大块收入，一块收入的话是个人所得税，还有一块是公司税，这2块是基本上占据了联邦收入的80%。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收入，比如说这个联邦政府资产的出租啊，或者是说这个罚款啊、关税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收入。但是你要知道，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据美国联邦1年财政收入的52%，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你可以查一下啊。你如果把这个税砍掉之后的话，那美国政府赤字更不要的了，是吧？没办法了就。所以我觉得这个说川普取消联邦税，你要是相信他的话，你真的是对美国的这个宪法、对美国的体制都不了解。川普取消不了联邦税。至于说共匪灭亡之后，中国是不是也取消薪俸税，就是这个 income tax 啊？这个咱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共匪灭亡之后的话，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啊？这个得各方的协商啊。最后的话，税收的话得各方去制定法律，就是大家协商制定法律来决定啊。这不是咱们现在能够想象的。下面一位朋友问说，据说沙特已经决定不会续签石油美元的协议，美元结算石油贸易将成为历史。张教授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是个假新闻啊，这个事情是绝对是个假新闻，这个没有任何原始的出处，就是社交媒体上这么传来传去的话，大家就仿佛认为这个是真的了。美元的这种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王者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可能很多人看到说，这个现在美元在国际结算中大概只占了40%几，说欧元的话也占到30%几，说欧元会取代美元，这个是绝对不会的。欧元之所以看起来好像在国际结算中它的体量还比较大，主要原因是因为欧盟自己国家和国家之间做生意的话，它是用欧元结算的。比如说这个法国跟德国做生意，它是用欧元结算，但是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国际之间的结算，因为是法国和德国之间嘛。它为什么用欧元结算呢？因为他们俩都使用欧元，所以不存在汇率的问题，结算起来的话就比较容易，可以降低这个交易成本。所以你看到那个欧元，它互相之间的这个交易量体量比较大，其实并不是这个美元的王者地位下降的啊，就是真正你出了这个欧盟，出了欧元区之后，你再看国际之间结算的话，还是用美元。比如说越南跟印度做生意啊，菲律宾跟马来西亚做生意，他们互相之间结算的话都是以美元结算，所以就是它主要是以美元结算嘛，它主要不会以欧元结算。所以说这个美元的王者地位如果动摇不了的话，它就是这个石油美元的这个地位的话，它也动摇不了，因为你沙特阿拉伯也好，或者其他别的国家出口石油的话，你作为一个欧元区以外的国家，你欧佩克国家都是欧元区以外的国家嘛，什么沙特阿拉伯呀。什么委内瑞拉什么之类的，就是所有这些国家，他们都是欧元区之外，那他在跟别人做贸易结算的时候，一定会用美元。所以您刚才问的这其实是个假新闻哈，就是在网上现在这2天传来传去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啊。下面一位朋友问，这次瑞士峰会新兴国家中只有土耳其签署联合宣言，印度、墨西哥、沙特、阿联酋、巴西、印尼、南非等等没有一个愿意签字，是否意味着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已经不跟美国站在一起？西方拉拢各国孤立俄罗斯的努力失败了，其实他们去了就是好事啊，我没有那么悲观哈，我们不能指望说去的人的话，他们都紧紧的抱成一团啊，然后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他们都采取一致的意见，这个不会的，但是他们能够去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胜利啊，至少我觉得是一种姿态。这个下面一位朋友问说，田老师能不能谈贪污8个亿被特赦的阿扁的问题吗？只要在台湾中。只要符合台湾的法律，这个总统有特赦的权利的话，他要是如果特赦了，那就特赦了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按照法律办事，我觉得那就只能这样了。如果你要对这个不满意的话，那就只能去修法啊，去修改法律，去来这个就是比如说剥夺总统特赦的权利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你只能这样做哈。法律已经定了之后的话，大家就执行就好了。OK， 下面一位朋友问，天亮教授可以讲讲修行中的感悟吗？这个事儿你要让我说的话，这是想讲哪方面的感悟啊？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我倒是可以说一点啊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修行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就是
修行是一个就是不光是很难的事情哈，而且修行中你遇到的事情也特别的复杂。很多时候你看到有些事情的发生，你会觉得，哦，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是吧？这个咱们举个例子哈，咱们还是用基督教举个例子，因为这个大家可能对基督教中的一些故事比较熟。我这次去米兰呢，就是我是当时这个要去米兰的一个就是艺术馆嘛，去看那个《最后的晚餐》，因为他那个《最后晚餐》的那个真迹在那个米兰。我没进去哈，因为那个我是去了，我是试图想去，我是哪怕是想看看有没有黄牛票。我是提前2个礼拜想订票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你要想去参观的话，可能好像都订到2个月之后了。就是因为那个参观那个，你只能每个人进去好像看10分钟，就是达芬奇的那个真迹啊，那个《最后的晚餐》。后来没进去哈，但是当时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米兰当时去那个就试图去看那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个博物馆的外面。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耶稣啊，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上讲了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耶稣指着这12个门徒说：“你们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现在如果再反思的话，你们会不会站在我的这个角度去想啊？就是或者是想我想过的问题，那就是耶稣如果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难道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吗？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啊，你想想这个问题。这个耶稣当时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曾经这个祷告过，就是他就是就包括就是他后来就是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就是被这个犹太人抓走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祷告过。他当时祷告的这个说法，如果我可能不记得他的原话哈，大概是说，他希望他的父就是耶和华拿走他面前的苦杯啊，那个苦杯的话就一杯苦酒嘛，就他不想喝嘛。然后呢，他说这是我希望你能够从我的面前拿走这苦杯啊，但是请不要按照我的意愿去成全，而要按照您的意愿去成全。就是说，耶稣不想上十字架，但是呢，他祷告的时候的话，他说我不想上十字架，但是如果是您的决定的话，那我要按照您的这个决定去做。我给大家讲这2个细节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种场景。耶稣知道不知道？现在的问题是，耶稣如果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的话，他知不知道那个犹大会欺骗他？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为什么还把犹大收为徒弟？他为什么当时不戳穿这个犹大啊？然后呢，不早就把这个犹大革除师门？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耶稣上十字架这个事情是在他来到人世间之前已经定好了。因为在耶稣出世之前就有预言嘛，然后耶稣自己也说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已经是安排好的。他来，他只是把这个安排好的过程走一遍而已。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的话，几乎每一个宗教它的内部都会出现叛教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犹大哈，就是在这个基督教中的这个犹大，或者是佛教中释迦牟尼当时有一个弟子叫提婆达多嘛，就是释迦牟尼的表弟。这个提婆达多当时要出家的时候，释迦牟尼就不想收的啊，就是说的将来肯定会出问题，说你是适合于在家修福的人啊，就是你不要出家，对你没有好处。最后那个提婆达多还是出家了。出家之后呢，他一开始表现是非常的，就感觉是一个精进的这个佛陀的弟子，但他后来就叛教了。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释迦佛为什么当时还要先收他做徒弟呢？对吧？这就是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宗教中会有叛教者？这种叛教者，我觉得哈，在很多的信仰中是都会出现的。所以呢，这就使得这个很多的这个宗教修行，包括我现在的这种就是这个在法门宫中的修行啊，你会发现会出现很多我们完全事先都没有想到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修行中有很多东西是可能用常人的这种逻辑也是很难去推理啊，很难去理解。但是呢，修行中的话，它还是要讲信啊，就是说你要对你的上师有信心的。这是我随机的发了一点感想啊，就是因为当时去米兰嘛，就是这个要看那个最后的晚餐，当时想到的这些事情啊，就跟大家说一下。OK， 下面呢还有一个朋友问说，关于虚拟世界说怎么看？这个世界看你怎么理解了。什么叫做虚拟世界？你要说这个世界中，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都是幻象，在佛教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的话，我们却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世界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你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的话，你也只能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律去走。你也要吃饭，你也要睡觉，是吧？你也要工作，你也需要养家糊口，是吧？你也需要靠读书学习来积累知识等等。那这个世界的话，它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站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真实的。但是站在高于人的角度看啊，在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人世间这100年，在神看来的话，弹指之间啊，一弹指之间就已经过了啊。然后呢，这个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永恒不变啊。所以这个人世他们叫做无常嘛。没有一个东西是能够恒久不变的东西啊，人的感情啊，人的青春、美貌、健康、财富，甚至可能包括很多的个人之间的恩怨等等啊，全都是镜花水月啊，那是站在神的角度上去看。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们只能用这个在人的这种状态中去生活，只不过是说我们的心可能没有像普通的人那样啊，对世间的这种名利、色情之类的这种执着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在人世间做好你的工作，但是呢，你的念头，并不被这个世间的物质所束缚。这个世界并不是虚拟的啊，对于人来说的话，并不是虚拟的；对于神来说的话，更高层的生命来看的话，他只是认为它是无常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下面一位朋友问说，您是怎么处理和应对生活中多方面的压力的？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很多东西呢是物质上的压力，有很多东西是精神上的压力。比如说，如果你没钱的话，那这个压力你怎么去解决，对吧？你很难去解决，对吧？它是实实在在的啊。或者比如说你身体上的病痛，你怎么去解决？但是有些东西的话，你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就是心理的东西是很难的。我觉得哈，我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哈，我觉得很多心理方面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解决，相对来说，因为你只要想开了，这就不是问题。比如说今天谁骂了你一句啊，比如说哈，这个你要是想不开的话，你可能恨得不行啊，想报复，然后呢，这个甚至气得这个肝疼胃疼，吃不下饭什么之类的，是吧？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开了，哈哈一笑，风轻云淡啊，过去了，那这事就过去了。所以很多的压力，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这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个修炼呢，这个人能够找到自己的信仰，可以缓解很多这方面的压力。因为当你真正相信神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些东西是你左右不了的，是你改变不了的，这就是你的命啊，或者说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东西。当这样的心态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对这种生活的压力的话，你就只能是，就是说你知道你只能面对它的时候，你知道你无可逃避的时候，你或者是鼓起勇气啊，或者是说你会把它看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心理压力一旦小很多的话，那么其他物质上的方面的压力的话，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反正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哈，这个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这个下面一位朋友说，下面一个问题是，网上有很多阴谋论的人在讲西方的阴谋论，比如日本麦当劳发现了人的牙齿，比如共济会统治世界，比如欧美音乐如何洗脑人的潜意识，传播撒旦文化等等，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这些东西哈，我觉得它可能会是一种，我之前讲过这样的东西哈，我是不相信阴谋论的。这个你要说是阴谋的话，它就不可能是被这个很多很多的人知道。那阴谋的话，只能策划于密室嘛，对吧？只有一小撮人知道。你说一个阴谋传了几百年，然后无数的家族在参与啊，然后呢，很多的人他们都在为这个做出努力啊。比如说他们会去渗透教育，会渗透媒体，会去这个发明这个什么高科技啊，会去建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创作出什么什么样的音乐等等。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啊，不是人在人世间的一个团体搞出来的东西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他们最上面都有一个人为的团体，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谁谁家族，他们在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在控制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为什么看起来的话好像是不同的地方感觉好像是这个非常松散的没有关联的人，他们却似乎在为同一个方向在努力。比如说有人去败坏音乐啊，有人去败坏美术，有人去败坏电影，有人去败坏百老汇的这个歌剧啊，这个音乐剧啊，然后呢，有人去败坏教育，有人去败坏什么其他别的人的道德等等。那说这么多人好像他们做的事情都形成一个合力，为向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说没有人控制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这就是不信神的人他的想法。到底是不是有一个
势力在试图左右人走向某一个方向，我觉得肯定有，但这不是人啊，这个是在我看来的话，就是魔在控制人做什么什么事情。当然，在这方面的话，神也在对抗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同两种力量的对抗。所以说阴谋论的东西呢，我说由人来干什么干什么，想控制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背后确实可能会有撒旦的因素啊，或者说魔鬼的因素，或者共产邪教的因素等等啊，这些方面东西是有的。OK，这个朋友还有些其他别的问题啊，咱们就找机会再回答吧。那咱们现在呢，就是已经聊了1个小时，就聊到这儿吧。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哈。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